2023年6月19日，黄子佼遭台湾网红索菲亚爆出在10年前曾被对方强吻兼拍摄裸照，震惊整个台湾。索菲亚发长文指控自己17岁时遭演艺圈前辈强吻性侵，当他害怕又后悔又流泪时，对方还说你流泪的时候也很美。这句话的本质上是一场权力对于弱者的一个美学驯化。这种将受害者痛苦浪漫化的语言，跟房思琪《初恋乐园》里的那个李国华的文学操控如出一辙。施暴者通过美感重构暴力场景，让受害者的眼泪成为他掌控欲的一个装饰品。当社会将这类语言视为情话而非犯罪证据的时候，本质上是默认一种更为隐蔽的性别暴力。它让加害者的欲望凌驾于受害者的人性尊严之上，甚至让受害者陷入自我怀疑的深渊。就好像房思琪那句质问：是不是我的文学信仰辜负了我？对。由于文中提到电台主持、音乐、有女儿等等线索，许多人都猜测就是黄子佼。被爆料当日中午黄子佼在脸书以视频方式道歉，同时又以毁灭性的方式点名爆出了大小 S、具俊晔、范晓萱、阿雅、吴宗宪、曾国成等多位演艺圈艺人的嗑药丑闻。视频中说明具俊晔逼迫自己嗑下违禁品，自己弱小的身姿抵抗不了，声称要死就一起死，反正现在也没人管我的死活。可是问题是他们吸毒嗑药这件事情我也一直过不去。他们可以去否定、否决、否认，然后红了20几年，就算被周刊拍到还是可以否认。他们身边的朋友阿雅也好，范晓萱也好，周俊伟也好，全部都逃过。我还记得像瓜哥何宗康什么的还坐过牢还是干嘛，忘乐界是不是忘记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韩国印象很差，因为我就是被他们带去的。当时大概是跟光头在一起，在一个饭店嗑药，我非常不想。我在台北被范晓萱、周俊伟在他们家里面，还有大小 S 他们也是被邀请、被说服、被硬塞，我不快乐。到韩国那次我也不快乐，我还记得在那个浴室，光头很大只的，他可以把我抱进去任何的地方，我就不得不吃。这起震惊两岸三地的爆料堪比台湾版的 MeToo 运动，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明星爆料。视频发出来以后黄子佼中午12点被送往台北长庚医院，送医时意识不清，但生命迹象比较稳定。2023年6月20日，黄子佼妻子孟耿如的经纪人向外界透露，黄子佼已经没有了生命大碍，身上的伤势已经没有问题，但因打击太大精神状况不稳，无法说话。6月20日上午黄子佼出院返家休养。2024年5月17日消息据台媒报道，黄子佼点名大小 S 等6艺人吸毒事件结果公开。大小 S 与范晓萱的头发、尿液检出镇定药成分，但与3人的门诊处处方药物成分相符。另外，具俊晔采验呈阴性，阿雅、周俊伟则长期在外，全案查无具体犯罪事实而无疾而终。事后黄子佼的前女友小 S 发表声明称，黄子佼的精神状态不佳，并且要黄子佼照顾好自己，孩子还小，老婆还年轻，人生还有期盼等等，疑似以家人之名威胁他不要再继续爆料。这件事情结案之后黄子佼是如何违法持有未成年人违规影片，以及他的老婆孟耿如为什么被叫做最强忍者，他又怎么被台湾演艺圈封杀？今天我们这期就来深扒一下黄子佼，看他如何一步步把自己和受害人拖入深渊的。大家好，我是顾言，我是紫薇，欢迎大家收看人微言轻。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制作的还不错的话，请订阅、转发、点赞。骄傲，男人是不是爱 UK 这肯定是的肯定是对因为我们当然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很多男人嘴硬嘛，可是我们很实际的说，正常男人你一定是喜欢新鲜感的。那娇爱不爱 UK 的呢？这我就要含冤了。我是台湾最有名的爱 UK 的艺人之一。最近爆分手杨丞琳，这跟那个恋童癖那个杨丞琳算童吗？杨丞琳不是童啦，对呀。你说15岁以下是童？对呀，杨丞琳已经20有1了，就是已经不是童了。黄子佼，英文名 Mickey，1972年3月30日出生，台湾艺人、主持人，毕业于世新大学广播电视学系。黄子佼的主持生涯可以称得上顺风顺水。由于爸爸在很早的时候就离世了，因此黄子佼在16岁的时候就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自从1988年主持《青春大对抗》开始名气就一路飙升。这就是那个捧红小虎队的那个节目，好像。对，是的。先后在台湾主持过《小燕有约》《超级星期天》《王牌接班人》《娱乐100%》《音乐强力胶》《梦幻来了》《红白红白我顺利》《平民巨星》等等节目。
获得过3次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在大陆发展呢也很顺利，先后主持过《笑声传中国》、《娱乐新工厂》、《飓风行动》、《娱乐头条》、《超级女声》、《好好学习》等等，可谓是两岸3地最炙手可热的娱乐综艺主持人之一。这基本伴随了我们的整个童年时代了。对，1996年呢，黄子佼跟小 S 等人外出录节目时，看到冻得瑟瑟发抖的小 S， 顺手把自己的外套给了他。18岁的小 S 呢，少女芳心被打动，回家呢就跟姐姐分享，称自己遇到了暖男。大 S 呢让他写一张小纸条放在外套的口袋里给黄子佼，黄子佼无意中翻口袋看到了谢谢你3个字，这才意会出来啊，最近小 S 喜欢给自己端茶倒水的意思。年轻的男女呢，感情最是热烈的时候，很快2个人就爱得如漆似胶。作为恋人呢，2个人在节目中的配合就更加默契了。本身黄子佼就是一个性格跳脱的人，小 S 呢也舍得配合的人，2个人在节目中啊搞笑大胆的作风，让他们很快就被观众们喜欢上了。2000年，黄子佼说自己应该可以获奖，就要求小 S 出时间来陪他。可是呢，小 S 早就跟朋友约好了出去游玩，黄子佼呢果然就获得了金钟奖最佳主持人奖。气不过小 S 没有跟他庆祝，就打电话给小 S 说分手。在英国购物的小 S 怎么都想不到2个人的感情就是这么的脆弱，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也没有办法挽回。那个时候呢，黄子佼和曾宝仪正打得火热，绯闻不断。后来呢，小 S 在娱乐100%中流着眼泪说自己不在乎黄子佼有没有爱上曾宝仪，希望他们能够幸福。这段感情就无疾而终。结果黄子佼跟小 S 分手之后真的跟曾宝仪谈恋爱了。在小 S 这番话出来之后呢，曾宝仪跟黄子佼就被观众们喊打喊杀什么第三者背叛感情可恶等等讨伐，让2个人的名声呢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事业也受到了空前的打击。小 S 的事业倒是蒸蒸日上，他跟蔡康永主持了《康熙来了》，非常受两岸3地的观众们喜欢，综艺女王的称号就附在了他身上。好运呢一般都是接踵而来的，小 S 遇到了自己的老公徐亚军，还有了可爱的女儿。反观另外2个人事业就不是一般的不好了。曾宝仪呢就没有办法，只能到内地发展，但是也不尽人意。而黄子佼呢更是落得去冷门的电台节目做主持，曾经呢还想去新加坡发展。事业不顺的黄子佼频频去网上寻找一些东西来刺激自己，满足自己郁闷的心情。他后来跟曾宝仪分手以后也说过他的2任前女友的家人都太强势了别人分手就是正常分手，他分手呢每次都带来事业的一个震荡。对，2个人确实都很强势。恩师看到黄子佼这个情况，决定拉他一把。2013年呢，恩师张小燕经过几番周折，把黄子佼呢带到自己主持的红白我胜利。黄子佼在生活方面表现得不好但是他的才华可是一直在线的。这一年呢，他又一次获得了金钟奖最佳主持人奖。这个时候呢，小 S 也因为婆家的一场风波，口碑没有之前好了。就是小 S 因为代言她老公徐亚军投资了一个叫胖达人的那个面包店那个事情，说是胖达人呢涉嫌虚假宣传有一个香港博主 Keith 爆出胖达人用人工香精冒充天然酵母做面包，引发了消费者的一个集体抵制和法律追责。对，就是这个事儿。于是呢，节目方呢就策划了一场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男女主角一场和好大秀，在《康熙来了》的节目中上演。曾经的他们相拥而泣，世纪大和解的噱头让《康熙来了》热度又更上了一层楼。男女主角呢也打了一场很好的翻身仗。2020年，黄子佼收获了自己的真爱，与小19岁的女友孟耿如结婚了。2年后呢，他们的爱情结晶降临了，3口之家可谓幸福到了极点。2023年6月19日凌晨5点，第一位受害女生索菲亚站出来指控台湾名嘴主持，称自己在17岁时被该主持人强吻，还以工作名义被派拍下裸照。虽然被害女生没有直接爆出她的名字，但是根据她提供的信息不难判断，这个主持人就是有老婆有女儿的黄子佼。上午8点呢，又有一名女生出来爆料自己遭遇了同样的事情，也是被黄子佼在车上强吻，约出去拍照，对方还准备了比基尼让她换上。3个小时里2名女生相继爆料，眼看着瞒不下去的黄子佼当天中午承认了自己性骚扰的事实，并且向公众道歉，称自己对不起喜欢他的粉丝和朋友。黄子佼3个字瞬间就刷爆了两岸3地的热搜。但是万万没想到道歉完的黄子佼反而将过错全部甩锅给别人。19日中午，黄子佼在脸书上连续上传了3条视频，一共20分钟。第一段呢，信息量极大，一上来呢，黄子佼就承认自己心理变态。在黄子佼看来他心理变态的原因主要有3个。第一个是妈妈出轨给黄子佼留下了内心阴影，
10岁的时候呢，和妈妈出去玩，结果妈妈就在他身边和别人出轨交流，亲眼看到这一幕啊，给一个10岁的小男孩心理上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大概10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出轨，因为那时候我很黏她，所以基本上她都是带着我。我有点忘记是姓叶的还是姓高的一个男人，然后开计程车的。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伤痛是，他们可能带我出去，然后出去玩之类的，在饭店里面，他们就在旁边上床。第二呢，就是受到日本不良文化的影响。黄子佼从初中开始，在爸爸的房间里找到了来自日本的某些影片，看完后呢，内心就有了变态的念头，更因为哈日甚至开始在现实中试图模仿片中内容。我也曾经在我爸爸的房间搜到 A 片，很早，然后到国小还没什么大事发生吧，国中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所谓的变态吧。我跟很多班上的男同学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啊，大家都在探索性，我也一度怀疑说，我是不是喜欢男生？但我也有喜欢女生，很奇妙，我也会偷看老师的裙子啊，跟小屁孩都一样，跟所有小屁孩都一样。第三点呢，进入娱乐圈之后啊，黄子佼经历了许多事啊，也给他留下了阴影。特别是大小 S 涉毒嗑药一事，他2次被鞠婧祎强迫参与，迄今为止无法释怀。根据黄子佼的说法，他至少目睹过3次大小 S 涉毒，一次是在韩国饭店，鞠婧祎也在；一次是在大小 S 家中，范晓萱也在；还有一次呢是在夜店，大小 S 都在嗑药。当时大 S 跟光头在一起，在一个饭店嗑药，我非常不想。我在台北被范晓萱、周俊伟在他们家里面，还有大小 S 他们也是被邀请、被说服、被硬塞，我不快乐。到韩国那次我也不快乐，我还记得在那个浴室，光头很大只的，他可以把我抱进去任何的地方，我就不得不吃，我不快乐。他们当然不止这2次，甚至在飞碟对面那个夜店里面都在嗑啊。黄子佼的爆料打击面可不止大小 S 一家人，里里外外涉及到了18位明星名人。第一段视频里除了大小 S、阿雅、范晓萱，黄子佼还爆料了胡瓜、妥宗康涉毒坐牢，吴宗宪私生活混乱，欠钱不还，已婚女歌手和制作人乱搞，形象很好的好友男星出轨等等。还有他本人复杂的感情史他又牵扯到了陶晶莹、夏雨桐等等女星。在黄子佼看来陶晶莹、夏雨桐和一名假姓女明星都是伤害过自己的人，特别是假姓女明星和夏雨桐，一个呢是倒追了自己，突然又分手消失，一个呢明明跟自己在一起但是死活不肯承认。在感情方面呢，黄子佼也自认为有了阴影，在视频中抱怨这些阴影我都放在心里，留下了很深刻的伤痕。随后呢，黄子佼挥刀自残，被迅速送往台北长庚医院。这3段影片尺度之大，近年来在娱乐圈都非常罕见，贵圈真乱等等这种热搜待了整整1天。这些爆料极大的满足了观众对于娱乐圈的窥探欲。台湾狗仔葛思琪呢也来了一个顺水推舟，称爆料95%都是真实的，但是没有说明哪部分是假的。当然，大小 S 和阿雅很快就出面予以否认，3人要起诉黄子佼。大 S 还通过工作室账号发布了一条澄清博文，强调自己没有参与，还提到当初小 S 最终胜诉。另外呢，也帮自己的老公否认了，表示鞠婧祎2009年就起诉过韩国媒体，开过记者会，表明自己的立场。至于自己呢，因为心脏不好，也不太可能接触和使用。在大 S 之后呢，小 S 也在自己的账号发布了同款澄清文，看来姐妹2个是商量好的。徐家姐妹俩澄清文的最后都提到了黄子佼的妻子和孩子。黄子佼老婆呢，也是对着媒体哭诉，坚定站在老公这一边，要和他一起弥补错误。但是对于黄子佼爆料一事黄子佼的老婆也没有提及太多，只说以前的事情还需要时间和空间。目前呢，已经嫁人的夏雨桐还没有出面回应，倒是贾静雯和贾永婕2位假姓女明星都连忙出面撇清关系，否认和黄子佼有关联。其实黄子佼这种毁灭式的爆料，看似是在揭露娱乐圈的一个黑暗，实则是典型的加害者逻辑。通过将自身的这个罪行归因于圈子毒害、童年阴影，试图将犯罪合理化。这种全员共犯的叙述策略，本质上是在稀释个人责任。比如他声称被鞠婧祎逼迫吸毒，其实是在回避所有选择背后的一个自主性。心理学上说就是道德推脱机制，通过归咎环境来减轻罪恶感。
更值得警惕的是，公众对于这类贵圈争乱的猎奇叙事真的很沉迷，反而转移了对性侵核心问题的一个关注。对，为什么权力上位者总是用艺术、工作之类的名义实施侵害？为什么未成年受害者总是在多年以后才敢发声？2023年8月4日啊，台北地检署指挥台北市妇幼队搜索黄子佼的住处啊，并且约谈。台北市妇幼队员呢前往黄子佼住处和工作室2处搜索，现场带走了电脑、手机等等相关物证进行解析。黄子佼后续被带回北市妇幼队，经过侦讯后也送往北检复讯。而搜索过程中啊，妻子孟耿如全程陪同。复讯中呢，黄子佼否认了性骚扰指控，辩称双方是你情我愿，是为了拍摄艺术照才发生的这一切。历经1个多小时的侦讯，黄子佼以35万元新台币交保，并被限制出境出海。2024年2月7日，黄子佼发文向指控他性骚扰的受害者道歉。本人黄子佼因10多年前的失礼行为，对索菲亚小姐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困扰和伤害，一直深深感到抱歉，恳请各界不要再对索菲亚小姐有任何的骚扰和攻击。3月13日呢，台北地检署传唤黄子佼出庭，索菲亚针对黄子佼应讯一事作出回应，表示自己已经和黄子佼和解成功。4月3日呢，北检认为性侵罪嫌不足，将不起诉黄子佼。本来这件事已经落下帷幕了，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过了几天后的4月7日，网红和我一起走在法国的365天发文替匿名 K 小姐转达对黄子佼的控诉。K 小姐称自己17岁时到黄子佼家中拍摄穿着泳装的艺术照，没有料到遭到性侵。据媒体报道呢，黄子佼性侵事情曝光后引发公愤，大批网友到孟耿如脸书留言。7日深夜，孟耿如紧急关闭脸书和 ins。2024年7月，黄子佼和贺军翔先后被控涉嫌性侵案，检警分头侦办，传讯相关证人，厘清了黄贺遭指控的涉案情节，初步调查告一段落后，已对2人发出传票，分别就各自的遭控情节说明。2024年9月11日，黄子佼被控涉嫌在2006年当红期间，以为艺术牺牲等等理由诱导当时17岁的 K 小姐穿泳装拍照，再趁调整姿势的机会猥亵性侵得逞。台北地检署根据 K 小姐的提告情节，逐一调查相关事证，并传唤黄子佼出庭。厘清案件后以罪嫌不足等理由判决不起诉黄子佼。连续2次的性侵指控已经让网友不耐烦了。网络上大量网友都在询问黄子佼将以什么形式入狱。如果说这2件10几年前的旧案已经没了证据，那么有一件事黄子佼是怎么赖也赖不掉的。2024年4月3日，北检在调查性侵案时搜索过黄子佼的住处，发现他加入了网络偷拍论坛，且购买了上百部未成年少女不雅片。黄子佼对此部分认罪，检方准备缓起诉期间2年，并要求支付120万元，约合27万人民币，并且要求他写下1200字悔过书。2024年4月6日，隋唐在社交平台发长文谴责黄子佼，宣布未来将不再以任何形式参与和黄子佼相关的演艺工作，用来提醒自己不能成为剥削儿童的帮凶。2024年4月，黄子佼购入未成年非法偷拍片事件引发了台湾各界对于未成年权利的关注。小 S、陶晶莹、贾永杰、陈绮贞等等台湾众星联合发声，呼吁建立起对未成年更安全的保护为未成年权益发声。事件引发了各路明星和网友的热议后经高检署再议发回，2024年5月正式对黄子佼提起公诉。2024年7月15日下午，黄子佼用随身硬盘储存并持有7部未成年女子影像案首次开庭，他在法庭上改口否认犯罪。法官认为还有继续查明的必要，并没有辩论终结。8月12日继续庭审，除了原来7支视频外，黄子佼被查出涉嫌持有另外41名未成年被害的影像，其中年纪最小的仅11岁。2024年10月，黄子佼案件历经5次开庭，面对法官询问时，黄子佼仍维持就算有错也无刑责的说法。北院在12月3日进行宣判。12月3日的时候黄子佼被查获无故持有48部少女的性影像，台北地院一审判决他获刑8个月，罚金10万，可以上诉。判决书中显示，黄子佼于2014年2月12日起注册网址会员，持有幼童和少女的性影像总共2259个，涉及人数共35名，被拍摄的少年和儿童年龄介于10岁到17岁之间。黄子佼方辩称购买这些影像是为了疏解压力，称自己没有刻意挑选未成年，甚至下载也没有看过。但法院认为该网站分门别类很清晰，
未成年人的表征了，包括长相了、身体特征了、校服了、学生证啊等等非常明显。而且黄子佼在下载之后还问过管理员为什么视频打不开，都证明他有看过。法院认为啊其罪行危害重大，拒绝为其减刑和缓刑。这2次性侵指控都因为证据不足而不起诉，却查出持有上百部的未成年偷拍片，这个结果无疑是暴露出司法系统对于性暴力的一个结构性的失能。当法律只认可物理暴力痕迹，从而忽视权力胁迫下的一个自愿假象，本质上是在纵容文化层面的一个共谋。黄子佼那句即使有错也没有刑责的说法，就是类似于那个韩国 N 号房事件里面的那句付费观看即无罪的一个逻辑。隋唐等艺人对于跟他划清界限的这个声明呢，恰恰凸显出台湾娱乐圈对于性侵议题长期以来的一个姑息态度。只有等娱乐沸腾的时候，才有人敢撕破这个表面的一个和气。事件爆发后啊，孟耿如的处境啊堪称冰火两重天。作为黄子佼的妻子，她最初选择共患难，在社交媒体上表态，发生什么都会一起面对，甚至为丈夫辩解，未了解影片来源。然而呢，随着舆论发酵，网友发现她参演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2》正在播出，剧中呢，她饰演的角色也涉及到性侵受害者议题，被质疑讽刺现实。该剧制片人被问及是否删减其戏份时，仅以不好回答模糊回应。更致命的是，孟耿如的商业价值一落千丈，代言的品牌纷纷解约，副业品牌被迫转让，甚至是仅仅分享学习英文的平台也急于与其切割。2025年3月，当媒体拍到他与黄子佼携女儿出游的温馨画面时，舆论彻底失控。网友翻出判决书细节，痛斥其消费受害者，并发起坚决抵制黄子佼行动，要求娱乐圈全面封杀这对夫妻。面对压力呢，孟耿如于3月9日发表长文道歉，称黄子佼没有复出计划，并宣布关闭所有社交账号。但此举呢，其实没有平息争议。有网友指出道歉避重就轻，甚至质疑他利用女儿洗白。律师李怡珍更直言黄子佼又在让老婆当挡箭牌了。孟耿如的这一切骚操作也被网友评为最强忍者。这种恩爱夫妻人设啦，爱女儿的这个人设，真的是出轨啊、性侵啊，甚至暴力犯罪一贯的洗白套餐。之前看过一个对于人物角色的一个解读，说编剧想让一个男人保留人性的方法，就是写他爱女儿。无论他杀人放火也好，坏事做尽也好，他就好爱他的女儿。包括渣男洗白最简单的就是让他的原配出来，秀恩爱。我相信他之类的，是不是都是这么一个流程啊？当年好像江华夫妇也是上演这么一个套路，明明是江华婚内出轨，2个人犯的错，却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因于邓萃雯的一个勾引。而黄子佼呢，从金钟奖的主持人到偷拍论坛的一个会员，他的整个堕落的过程也揭露了这个娱乐圈权力结构的整个癌变，才华变成了一个特权的遮羞布话语权呢也变成了侵害的一个武器。更令人心寒的是他的妻子孟耿如的这个最强忍者的这个称号。这社会对于贤妻救夫的剧本真是屡试不爽，本质上就是对于女性群体的2次剥削。他要求妻子用隐忍维护家庭体面去纵容丈夫继续持续的去伤害其他的女性。这个事情不应该止于对个体的一个道德审判，而应该继续追问，我们还要忍受多少房思琪的眼泪被异化成艺术美感，还要默许多少个黄子佼在权力温室中培育恶果。黄子佼呢，目前已经退出了娱乐圈，从曾经的娱乐圈风光无限到如今的落魄境地，他的形象和声誉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正如他最后一次庭审时所说，我黄子佼已经不是黄子佼了，我的未来一片暗淡。可以预见呢，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黄子佼都难以重返娱乐圈，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黄子佼的事件呢，也给娱乐圈敲响了警钟，强调了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性。作为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受到广泛关注，更应该以身作则，坚守法律和道德底线。黄子佼的堕落呢，不仅让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让整个娱乐圈反思。娱乐圈不能成为法外之地，明星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名气和地位而忽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只有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才能赢得公众的尊重和支持，也才能在娱乐圈长久的立足。我是古言，我是紫薇，
黄子佼事件呢，其实不是一个八卦猎奇，而是一面照妖镜。对，它映照出娱乐圈的一个畸形生态，更折射出社会对性别暴力的集体麻木。如果我们只是关注某些明星塌房，而忽视系统性压迫的这个土壤，那么下一个索菲亚的眼泪依然会被装点成权力者的勋章。感谢收看《人为言轻》，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请订阅、转发、点赞，让反思的声音传得更远。我们下期再见，拜拜。